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演技大爆发，向阳花成华语影坛新巅峰。赵丽颖以突破性演技撕掉甜美标签，监狱中愤怒与不屈的眼神让观众动容。高月香在逆境中的挣扎与重生，照见女性面对歧视时的坚韧力量。冯小刚用真实镜头刺破社会痛点，却让每个困顿灵魂看见希望。被生活击倒时，别忘了自己也是能撕破黑暗的那道光。双引号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能够真正触动人心的作品并不多见。然而，向阳花这部由冯小刚执导、赵丽颖领衔主演的电影，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、深刻的情感表达以及演员们精湛的演技，在华语影坛掀起了一股清新的春风，成为了近期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。从平凡中见伟大，赵丽颖的突破性表演。赵丽颖在向阳花中的表现堪称惊艳，她彻底摆脱了以往甜美形象，饰演了一个充满棱角与坚韧的角色高月香。影片中，无论是面对生活的重重困境，还是面对社会的偏见与歧视，赵丽颖都以细腻而真实的表演，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特别是她在监狱中的那场戏，面对人贩子狱友的挑衅，赵丽颖的眼神里既有愤怒，也有无奈，但更多的是不屈服的决心。这一幕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。百度带货春岭营影片中的多处情感高潮，如主角面对家庭变故时的无助与坚韧，都被赵丽颖演绎得恰到好处。她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充满了力量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她的情绪起伏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赵丽颖这次真的豁出去了，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演技。这种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准把握，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认可，也为她赢得了不少影评人的赞誉。真实感人的故事，女性视角下的逆境重生。向阳花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的电影，更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。影片通过讲述高月香和其他几位女主角的故事，展现了她们在逆境中的挣扎与抗争，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，如性别歧视、贫困、犯罪等。这些沉重的话题，在冯小刚导演的镜头下，被处理的既不失深度又富有温度，使观众在感受到角色痛苦的同时，也能从中获得希望和力量。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其幕后团队的辛勤付出，从剧本打磨到演员选拔，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团队成员的心血与智慧。尤其是导演冯小刚，他在这部电影中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独特风格，通过对细节的精心雕琢，让整部影片充满了生活的真实质感。此外，影片还邀请了蓝希亚、踹妮、王菊、程潇等实力派演员加盟，他们各自塑造的角色虽然性格各异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：坚韧不拔，永不言败，这为影片增色不少。观众反响热烈，口碑与票房双丰收。自上映以来，向阳花便收获了极高的评价，不仅在豆瓣等平台上获得了不错的评分，而且在各大影院的排片率也名列前茅。许多观众表示，这部电影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赵丽颖，也让他们对华语电影有了新的期待。原本很丧的我，好像被高月香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甚至多了一份生活的勇气。一位网友如此评价道。除了普通观众的喜爱，向阳花也在业内引起了广泛关注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该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，除了得益于强大的演员阵容外，更重要的是他敢于直面社会问题，传递正能量。在当前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，向阳花用最真实的方式，展现了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点滴，让人们看到了即使身处困境，也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向阳花自上映以来便引起了广泛关注，无论是专业影评人还是普通观众，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尤其是赵丽颖在片中的表现，
更是被一致称赞为其从影以来的巅峰之作。从起初的不被看好，到如今收获无数掌声，赵丽颖用自己的努力和演技，完成了一次华丽而深刻的蜕变，也为华语影坛树立了一个全新的标杆。影片《向阳花》以现实主义题材为基底，讲述了一个普通女性在社会压力与家庭困境中，依然坚持内心信念，勇敢向前的故事。不同于以往的商业大片，《向阳花》没有炫目的特效，也没有紧凑的动作场面，它以温柔却有力的笔触描绘生活，用细腻动人的镜头语言打动人心。而赵丽颖饰演的林向阳一角，是整部影片的灵魂。她没有刻意营造戏剧冲突，而是在角色的每一个细节中慢慢铺陈情感，在无声中传达痛苦，在平静中释放力量。赵丽颖在片中展现出的表演张力是令人惊叹的。她不再只是那个观众熟悉的古装女神，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力派演员。从眼神到姿态，从情绪的递进到情感的爆发，赵丽颖将角色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在几场重头戏中，她精准地拿捏了角色在情感崩溃边缘的挣扎与克制，让人心碎也让人动容。许多影评人称，她的表现让人忘记了赵丽颖，只看到了林向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。在筹备《向阳花》的过程中，赵丽颖多次与导演、编剧深入交流，力求在诠释角色时做到最真实、最贴近生活。她甚至主动要求参与前期排练，与非职业演员共同生活一段时间，只为更好地理解角色的生存状态。这种敬业精神和创作态度，不仅提升了她的表演质量，也赢得了整个剧组乃至业内的尊重。《向阳花》的成功，也反映出观众对于真实与深度的渴望。在快节奏、高消费的娱乐生态中，很多观众逐渐厌倦了套路化的剧情与浮夸的演技，转而投向那些能够唤起共鸣、提供思考空间的作品。而《向阳花》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温度与厚度的影片。它没有说教，却能引发深思；它没有高潮迭起的剧情，却能在平淡中感人至深。影片上映后，网络上关于赵丽颖演技的讨论热度持续升高，赵丽颖演技大爆发，赵丽颖向阳花首映泪崩等多个话题登上热搜榜首。粉丝们感动落泪，媒体纷纷撰文称赞，业内同行也不吝溢美之词。有人说，这是一位演员真正意义上的成名，不是靠流量，而是靠实力。也有人评价，赵丽颖终于用一部作品彻底摆脱了流量标签。双引号。更让人欣慰的是，赵丽颖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夸赞而骄傲自满。她在采访中表示，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。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挑战不同的角色，把我所有的热爱和思考都放进银幕中。这种对表演的执着与敬畏，是她持续成长的根本动力。对于整个华语影坛来说，《向阳花》的意义也非同凡响。它不仅是对女性题材的一次有力呈现，也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次成功探索。在商业化浪潮日益汹涌的背景下，这样一部作品能够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，无疑是一种鼓舞，也是一种提醒。真正打动人心的，从来不是繁复的包装，而是内容的真诚与表达的深度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赵丽颖的成功不仅来源于个人努力，更得益于整个团队的协作。导演对镜头与节奏的把控，编剧对人物心理的精准描绘，摄影、美术、配乐的协调统一，都为这部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而赵丽颖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度融合的创作环境中，释放了自己最真实、最动人的光芒。走到今天，赵丽颖用《向阳花》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。她不再是某类角色的代名词，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承载复杂人物灵魂的演员。她的每一次眼神，每一个停顿，每一次哽咽，都有着说不尽的故事，令人难以忘怀。也正因此，
我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观众之所以被赵丽颖打动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表演技巧，更是因为她所传达出的情感真实。她在片中的泪水，不是为了博取眼球，而是角色心路历程的自然流露。她在屏幕前的沉默，不是空白，而是千万句未说出口的语言。这种内敛却强大的表达方式，恰恰是如今电影创作中最珍贵的部分。在影片的结尾，林向阳站在阳光下，脸上带着泪水，却坚定地望向远方。这一幕不仅是角色命运的转折，也象征着赵丽颖作为演员的新起点。她不再只是那个努力的小花，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表演者。她不再只是观众眼中的荧幕宠儿，而是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。最后，想对所有支持赵丽颖、支持向阳花的观众说一句：感谢你们用心去看一部电影，去理解一个角色，去陪伴一个演员的成长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时代，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坚持与信仰。希望你们在电影中找到力量，在角色中找到自己，在光影交错中继续热爱生活，热爱每一个真实的情感。愿每一位热爱电影的人都能在向阳花中感受到温柔与坚韧。愿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像赵丽颖一样，不惧挑战，勇敢向前。因为只要心中有光，我们每一个人终将开出属于自己的向阳花。王一博凭什么封神？血汗泪成就六边形战士之路曝光。暴雨中上演排水渠过弯神操作的人形 Apps， 凌晨3点开真飞机，中午解构高定时装，深夜贴公益标签的六边形战神，被头盔压塌乱发却用保时捷圈速单血洗热搜。内娱诺基亚碾碎颜值焦虑的秘诀，是把日睡4小时的死磕劲注入每个身份。30次高空后空翻，是狂跳8小时街舞少年蜕变的成人礼。铁血进化论，素人蜕变的自毁式修炼。洛阳少年王一博的逆袭剧本，是内娱最硬核的生存指南。13岁心肌炎痊愈后，狂跳8小时街舞拿下全国16强，被韩国练习生制度虐到日睡4小时也要死磕出道。陈情令爆红后拒绝躺平，为拍长空之王考取潜水证，导致腰椎旧伤复发，却在热烈里完成30次高空后空翻2025年宁波国际赛道暴雨中，他操控粉色战车上演排水渠过弯神操作，被车圈封为人形 X 防抱死系统。这场用命换来的 GT 杯亚军，让3年前嘲讽他富二代玩票的黑粉集体晋升。顶流祛魅战，素颜加实际的双弧爆破。当同行还在卷精修图时，王一博用赛道素颜照写洗热搜，被头盔压塌的乱发，下巴冒出的胡茬，鼻尖渗出的汗珠，搭配保时捷911 GT32 的圈速成绩单，成就内娱最炸裂的战损美学。这位六边形战神早已突破流量结界，凌晨3点在追风者片场开真飞机，中午转场米兰秀场解构高定时装，深夜还能给公益直播间的救灾物资贴手写标签。粉丝戏称他为内娱诺基亚，唱跳演员车手4重身份无缝切换，用实际把颜值焦虑碾成赛道胎渣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审美多元、流量为王的娱乐时代，想要在万千偶像中脱颖而出，并非易事。而想要在出圈之后依旧保持热度与口碑，甚至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跃迁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可偏偏就有那么一个人，低调，不多言，不解释，也不张扬，却凭借着过硬的实力和可贵的自律，在短短几年内，从素人一步步逆袭，成为内娱最具代表性的新一代六边形战士。他就是王一博。什么是六边形战士？说白了，就是各项技能全面发展，没有明显短板的人才。而在内娱这个被标签化严重的生态中，能跳、能唱、能演、能主持、能赛车、能带货，6大维度全线优秀的艺人凤毛麟角。而王一博不仅做到了，还做得出色。他不是天赋异禀的幸运儿，
而是将所有天赋用汗水翻倍兑现的实干者。他的成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是用血、汗、泪浇灌的果实。从他16岁赴韩出道开始，就注定了这条路不会轻松。那个时候他不会韩语，不擅长表达，还要面对极其严苛的训练制度和陌生的文化环境。很多人熬不过3个月就想放弃，但他坚持了3年，靠着一股我要做到最好的执拗，顶住了压力。那时的他，除了每天重复跳舞练习，几乎没有娱乐和放松。那些年没有镁光灯，也没有掌声，只有一个少年和舞室镜子里挥汗如雨的自己。回国后，他并没有立刻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甚至在《天天向上》初期，因为话少、不善交际，被外界称为不会说话的主持人。但谁又能想到，几年之后，他却成为最被认可的年轻主持人之一。不是因为他说的最多，而是因为他说的真，说得准，说得稳。他在节目录制间隙自学主持技巧，在台本上写满笔记，别人觉得话题冷场是尴尬，他却觉得那是挑战的机会。他没有抱怨过一次，反而用行动让所有人闭嘴。再说演戏，从偶像到演员，从流量到实力派，这条路无数人走过，但很多人半途而废。王一博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爆剧是《陈情令》，蓝忘机一脚让他名声大噪，也给他贴上了古装男神、冷面美人等标签。但他并不满足于此，他没有选择乘胜追击去拍一堆偶像剧，而是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现实题材，风起洛阳冰浴火无名长空之王，热烈一个又一个角色完全不同的风格和状态，他不断打破自己的边界。在无名中，他是眼前伏者张敬伟，台词不多，却要通过眼神、细微动作来表达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。为了这个角色，他提前1个月去体验生活，学习方言，钻研人物背景，甚至多次和梁朝伟对戏时都不敢松懈。很多人说，王一博从这个角色开始真正完成了从偶像到演员的转变，而《长空之王》中的试飞员又是另一个维度的自我挑战。拍摄时需要高空训练、高速旋转，他都亲自上阵，很多镜头都不是替身，而是真实感受飞行员的极限状态。他说，如果观众能因此更理解飞行员职业，那我的苦就值了。双引号。音乐方面，王一博同样没有放弃。虽然日常忙于拍戏、活动、综艺，但他依旧坚持每年出几首单曲。从我的世界守则到念，再到为电影配唱的 Ost， 他的音乐风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，不追流量，不迎合潮流，只表达内心真实的情绪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唱功担当，但他在词曲创作、概念编排上不断进步，音乐舞台上依旧魅力十足。而他对舞蹈的热爱与坚持，更是令人动容。即使已经是流量顶流，影视资源不断，他依然坚持练舞，做舞蹈创作，参演街舞节目。他说，舞台是我最舒服的地方。在这就是街舞中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舞者，他从不摆架子，总是虚心请教，不耍大牌，反而是那个最专注排练、最尊重舞台的人。有人说他赢得冠军是本就该赢，但背后几个月不间断的训练、磨合、受伤、修正动作，他从来没有轻视任何一次比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全国冠军赛车手。这听起来像小说里的设定，但确确实实是他亲手拼出来的荣耀。他热爱赛车，也愿意为热爱投入时间。他参与多场赛事，几乎每次都名列前茅，还拿下年度最佳车手的称号。他不是玩票性质，也不是娱乐圈玩车的酷哥标签，而是真正走进专业赛道，与车队合作训练，并为安全、专业付出极大心力的车手。至于代言、时尚、公益领域，他也同样拿得出手。他合作的品牌不仅数量多，更重要的是质量高，续约率高。他的品牌影响力稳居前列，
是时尚圈公认的带货王，穿搭模板。他不为奢华，只为契合自己的气质，简约、少年感、干净、利落，这就是王一博的时尚态度。而在公众形象管理方面，他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无黑点艺人，不靠绯闻炒热度，不搞 CP 人设，不强凹人设，就做自己，该说则说，不该说则沉默。他从不解释太多，只让作品和成绩说话。他的沉稳与克制，在浮躁的圈子里尤其显得珍贵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在看王一博这个名字时，不能再简单的用流量明星来形容他了。他更像是新时代艺人的代表，是在流量高压之下依旧坚守本心，不忘初心的那种稀缺类型。他不是不红，他只是红得有分寸。他不是不会营销，他只是更相信作品的力量。那么，王一博到底凭什么封神？答案其实早已写在他这些年的每一场排练、每一次试戏、每一次沉默坚持之中。他用六边形战士的实力，打破了流量无实的刻板印象，用自律与沉默，抵抗了娱乐世界的浮躁与喧嚣，用脚踏实地，步步为营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路。最后，想对每一位正在奋斗、正在坚持、正在迷茫的你说一句：王一博的成功或许无法复制，但他的精神却能启发无数人。他教会我们什么叫沉默努力、悄然开花，也让我们明白，你可以不惊艳一时，但一定要坚持一生。成功没有捷径，成长没有剧本，人生可以慢一点，但请你一定要走得稳，走得真。愿你我都能成为各自人生的六边形战士。愿我们在热爱里坚持，在梦想里发光，在现实中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